和我吵架，实在没有精力跟他闹了，我想冷静一段时间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他每次都这样说分手就分手，我希望他能够好好考虑清楚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韩2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婚庆司仪；女嘉宾小迪23岁，同样来自黑龙江，互联网运营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编导写的，男方嫌女方不思进取，拖自己的后腿，想分手，是还是不是？是，你是想分手的，对，所以今天你来了哈。是的，这个女方据说有反正，你会觉得说他是个白眼狼，对吗？对。一个说不思进取要分手，一个说你就是个白眼狼，全是重罪呀。谁先说呀？我先说，我们两个已经恋爱4年多了，彼此也是初恋，从高3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。那个时候我们是补课班的同学，大学4年当中我们是异地恋，我在湖北上大学，他在四川上大学。等大学实习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起来北京，共同的漂泊。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呢，他太作了，而且他不思进取，我觉得他的事业可能也就到这儿了。然后他又拿着无关紧要我认为的小事儿来不停的找我说，我觉得我受不了了。他感觉他现在混好了，他完全忘了他当初穷困潦倒的时候是谁陪在他身边，现在他对我挑三拣四的。谁穷困潦倒？是这样的，大一的时候他创业。大一就创业？对，他拿他自己的生活费，然后还有我1年的生活费，一起做了一个小买卖，他就想给家里面人争光，但是没想到赔了。赔了之后，我这1年1分钱都没有。我当时我没有想过我要分开他，我还是义无反顾的陪在他身边。然后他现在对我这个不满那个不满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就是个白眼狼。就是个白眼狼。好，慢慢说啊。上大学大一的时候就创业啊？是的。那你们把这钱都拿了之后怎么吃饭呢？他就让我做兼职打工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呢是男女朋友，我的钱被临时认识的一个朋友给骗了。我们两个本来想要一起开一个小旅馆的，我拿着他1年的生活费，以及我1年的生活费，加上我攒的钱，加上我借的几千块钱，一起投资这个小旅馆。结果临时认识这个朋友拿着钱跑了，不知所踪。我觉得在我
这个非常黑暗的时期，她是我的女朋友，她就应该跟我一起去承担困难，一起去面对。不是人家跟你承担没有啊？我陪他承担了，我陪他承担了，不就行了吗？他本来没有承担的。他是怎么回事？主持人，我跟您说，他是这么回事，在网上给我找了一个兼职，在我们学校周围。他帮你找的兼职？对，让我去送外卖。我一个小女生，我当时是40度的大热天，我一盒一盒，每盒都要送到寝室的门口，然后敲门，然后让那个室友接过去，然后5星好评，就是你送没送啊？我送了，一直都是我在送。多棒啊！但是我觉得那个兼职是我给他找的，我让他找了好长时间，他都没有找到，然后还是我在网上给他随便一找，就找到了这个兼职。不是，你想说明什么呢？这姑娘不是不错吗？她就干了1个月就不干了。她虽然说受了一点点这个罪，但是我觉得我比他兼职的要多得多。我那个时候也是每天晚上去捡快递啊，送外卖啊，我是一直都在干活。不是，谁赔的钱呢？我赔的钱。谁被骗了呀？我被骗的。骗走了谁的钱啊？骗走了我的钱。还有谁的钱啊？还有他的钱。那人家凭什么跟你一起吃苦啊？其实我感觉当时跟他一起吃苦，我心里是快乐的，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对象，我特别重视他。所以说有钱难买愿意吗？后来呢？后来的时候开工资了，开了1000多块钱啊，然后他这时候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你给我拿300块钱，我要还朋友的账。其实当时我心里是舍不得的，因为那1个月我真的是很苦啊。后来他拿了钱之后，一句谢谢都没有，一句宝贝儿你辛苦了都没有，直接就撂电话了。我觉得她是我的女朋友这件事情非常的正常啊，因为她赚了1000块钱，还有700块钱在她的手里。那么300块钱借给我的话，我又不是不还给他。然后他知道我手里面不是剩700块钱吗？我这700块钱他还横加干涉。我们寝室一共是4个人，3个人每一个人的床头上都有一个小电风扇。当时我就蹭朋友的小电风扇，我就在旁边坐着。我当时已经穷得连一根冰棍一口冷水我都不舍得喝。然后这时候不是有700块钱，我就花了30块钱买了一个小电风扇。然后学校大门口有那种摆地摊的，我身上当时40度的天，我还穿着长袖，实在是太热了，我就想买2件 T 恤衫，50块钱2件嘛，然后再加上电风扇，一共加在一起不到100块钱。我当时特别开心，我又跟他视频，就说我这也挣钱了，我给自己打扮打扮。然后你看你是不是看着也开心呢？他当时就破口大骂，就感觉我特别的乱花钱。我当时我就想，为什么他又看不得我有一点好？他花了这100块钱，
对于他来说，这100块钱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这100块钱可能就是我捡了一宿快递，可能才挣90，可能送了好几天外卖才挣这100块钱。不是，他花的是你的钱吗？是他赚的钱。对呀。但是我觉得2个人的钱都应该是一起的，而且我没有讹到他。你不都让别人骗了吗？我是被别人骗了，但是如果说他这个钱花得太快的话，我肯定不会讹到他的，我肯定东拼西凑，我要把他这份钱给他补上。哟，还是这么想的。他是特别节俭啊，节俭到把我送医院了。我当时我就去医院了啊。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异地恋，当时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成都到武汉硬座100多块钱，然后我基本上前半个月每天就吃2个包子，喝1碗粥。我就这么攒钱，然后攒钱，我朋友就问我，你说你干嘛每天吃这么少啊？我说我不少啊，我这是在减肥。其实当时我心里边其实挺苦挺涩的。然后我去看他嘛，他当时带我去吃饭，带我去路边摊儿，我吃着，我就当时感觉自己的胃特别的不舒服，就是已经快虚脱了，就是浑身都是汗。我就跟他说，咱们去医院，你就是带我去看看呗。他说有什么可看的，不就是一个肚子疼吗？我给你买2片药就成了。然后他当时去他们校医务室买了1盒健胃消食片给我了。健胃消食片给完我要他立马又走了，说他还有事要忙，然后把我放小旅馆里了。我当时感觉心灰意冷，我收拾行李，我自己一个人回成都了。然后等车停到成都，我就打车去医院。医生当时就跟我说，你怎么不早一点来呀？你这都已经肠胃炎脱水了。然后紧急打了4天的点滴。其实缺钱这件事我当时已经跟他说了，让他跟家里面说一声，你说至少让咱们稍微宽敞一点啊，能手头也别太紧。但是他就说，我不告诉我妈，你要让我告诉家长的话，那我就跟你分手。我当时我就想，这已经处了挺长时间了，我就很不舍得，我就想算了吧，这阵儿过去了就行了。哎呀，我被坑了这么多钱，我不敢跟家里说，我怕家里担心，我怕家里上火，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，只会让家里觉得我这个人没出息。我觉得我的生活费，我既然上大学了，我是能够挣出来的。她是我的女朋友，她就应该这样。我觉得她不上进。其实她挣了多少钱，那个时候我并不是特别的要求她，但是我希望她多上社会上去历练一下。我觉得她上了进，学点有用的东西。不是，你是她什么人呐？我真听不下去。你就一男朋友，你凭什么这么要求一姑娘呢？而且振振有词啊。大3的时候，我们生活都已经好转了。然后他这个时候就要求我考什么证券从业资格证。
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我一个学配音的，他让我去考金融，然后当时就忙着我的毕业作品，我就没有时间去看那书。我考了很多次，我才把那个证考下来。但是这段时间他一直不怎么理我，我们俩关系就已经到了冰点。我认为他大学3年的时间都过去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学会。你学会了吗？现在就业形势挺难的。你学会了吗？我每天都在外面跑，我去学一些像摄像的剪辑啊，以及于婚礼的主持啊，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社会的基本技能，我是学会了一些。他什么都不会。我觉得他什么都会啊，他就知道。我心里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我重要还是这个证重要。如果我们两个以后结婚了的话，那有一天我残疾的，他是不是要把我扔到大马路那块儿？那是不会的，我觉得他只要努力了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我主要的是这个态度，并不一定他真的成功了。有一个女生在家里跟母亲吵了架，她斥责母亲说你不支持我的梦想，于是她离家出走，走到一家面摊上，面很香，兜里又没钱，看得直流口水。这个时候老板对女生说，小姑娘饿了吧？没关系，我请你吃一碗面。小姑娘说，老板你是个好人，不像我妈，不支持我的梦想。老板说，你我素未相识，我只是请你吃了一碗面，你就说我是个好人，难道那养育你20多年的妈妈不是你最应该感激的人吗？心里没有感恩的人，越成功就越堕落，因为他是以自私为基础，以对他人无情为代价。他今天已经说了，你是我的负累，你所做的一切在我这儿一文不值，都是你理所当然应该做的。当然他也不可能会成功。没有感恩的人内心怎么可能会成功呢？你口口声声说她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还知道说这句话，她是你的女朋友，她是你的女朋友就只会跟你共苦，却永远看不到同甘吗？她作为你的女朋友，你给过她快乐没有？她除了跟你一起遭受苦难，而且还要得到你所有的斥责，她得到过你一句赞扬、肯定和久违的快乐没有？有吗？没有。所以你还在这儿谈什么成功呢？内心没有一点感恩，无情、自私、冷漠，要这样的成功干什么？你付出了所有的一切，他把你当人看过吗？买2件短袖，一个小风扇，当然是浪费了。你应该把长袖剪短，找片叶子自己扇吗？
一个人这样欺负你，打完你的左脸，你还要伸右脸让别人打，还要口口声声说这个男人很特别。追求成功的道路上难免会犯错误嘛，我愿意跟随他。那你跟随他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有梦想和追求成功的人，但是我们不希望这种成功是以无情为代价，这样的成功我们不要。所有的成功都换不来人良心的回归。你摸摸你的良心被什么吃了？你摸摸自己的自尊心被什么吃了？先把心找回来，再谈恋爱。以后碰到这种事情，所有的女生也好，男生也好，你们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，给大家一个常识，不管你心存愧疚还是什么，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，第一个应该告诉的人是你的父母，你需要向他们求助。这个不丢人呐，这是基本的信任呐，孩子和长辈之间的信任啊。我们都是做父亲的人，我想，如果我的女儿，我相信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告诉我犯了个错，我把所有钱都花了，我被人骗了，原原本本由来是什么？你就幸运吧，你在最缺钱的时候没有被人利用，没有走上歧途。你怎么可以口口声声的这么去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呢？这不就说让一个人追随他吗？大学你创什么业呀？书都没读，你懂旅店怎么经营吗？走捷径，你不被人骗还奇了怪了呢。接下来所谓的伪奋斗，呀，我不能让我父母知道。家人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互相依赖和支撑的，结果自己在那儿做的什么事儿？干嘛呢？欺骗一个女生嘛，不就干这个吗？然后还成功，怎么成功？没法成功。不说了啊，希望你们俩把尊严都留下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